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李现新剧冲上热搜，这男人后劲太大了！哎呦喂，娱乐圈最近是玩啥新花样？一部压箱底压了足足5年的剧，您猜怎么着？他居然就这么静悄悄的、一声不吭的，噔一下冲上热搜了。主角还是那个曾经靠现男友3个字把万千少女迷得五迷三道的李现，只是这回他没穿那件标志性的黑风衣，也没在甜宠剧里撒糖，反而是裹上了厚重的长衫，眉宇间带着一股子晚清革命青年的悲怆和理想主义的灼热。这反差简直能让人原地愣住3秒钟，心里嘀咕：这是同一个人吗？这部叫《人生若如初见》的剧，说起来也是命途多舛。本来嘛，2023年夏天正是李现凭着去有风的地方再次翻红，人气正旺的时候。这部剧放出风声要播，多少粉丝翘首以盼，觉得这波热度接得妥妥的。结果呢，临门一脚，因为传说中的历史观争议，咔嚓一下被紧急撤档了。当时那些为了他苦练了2年日语台词，据说剧里有日语对话的粉丝，那叫一个心疼啊，简直是他连日语都背了，你们告诉我播不了的悲愤。谁能想到这一等就是2年，等来的还是一个阉割版，硬生生被删减了17集，才在2025年5月这个有点微妙的时间点跟大家见面。这感觉就像你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宴，结果因为各种原因，只能端出一盘缺胳膊少腿的菜，虽然味道可能还在，但总觉得少了点灵魂。可也正是这种意外和坎坷，反而把李现这个人，以及他一路走来的那些事儿，给拎到了台前，让我们有机会好好咂摸咂摸。他这爆红，真的是偶然吗？或者说，他身上那种让人觉得后劲儿太大的劲儿，到底是从哪儿来的？咱们把时间倒回那个雨蒙蒙的1991年，湖北咸宁。据说李现出生的时候，天空忽然就放晴了，所以他爸妈给他取了个名字叫李现，意思是见到太阳，多好的寓意啊！结果这孩子小时候跟阳光2个字可真不太沾边，胖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那会儿就是个移动肉球，最胖的时候220斤，穿最大号的校服都快把扣子崩飞了，打个篮球3分钟就喘得像个破风箱。学校晚会这种闪闪发光的场合，他只能躲在幕布后面吹萨克斯，戴着眼镜，看着就是个准备以后去敲代码的理工男预备役。谁能想到这个胖小子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呢？高2那年，他来了个让人跌破眼镜的操作，高考失利后，不按常理出牌，决定复读，而且是跨行，要考表演。家里人反对，老师也觉得他疯了，这胖墩儿去演戏，开玩笑呢。但他愣是认准了这条道，跟自己较上了劲。复读那1年，他简直像个苦行僧，每天雷打不动的5公里，那水煮菜吃到反胃，闻着油烟都想哭，硬是把自己从个圆滚滚的移动肉球，生生给雕刻成了棱角分明的样子，瘦了足足70斤。70斤啊，那的是几麻袋大米啊！这毅力，用现在的话说，简直是对自己下狠手的典范。结果艺考的时候，考官盯着他那瘦下来的脸，愣是没忍住，冒出一句：你是不是整容了？你说这叫什么事儿？2010年，他就凭着萨克斯和吉他那点才艺，成了北电表演系的一员，还是当年荆州唯一一个考上的，跟杨紫、张一山成了同班同学，这起点听着挺高吧？结果呢，在卧虎藏龙的北电，他依然是个小透明。同班的杨紫和张一山，那是自带童星光环的，而他只能在军训晚会上当个主持人。据说杨紫当年愣是没记住他的名字，
这感觉是不是有点像你进了清华北大，结果发现身边同学都是竞赛冠军，而你只是个普通考生？现实的落差有时候就是这么猝不及防。不过，是金子总会发光，虽然过程曲折了点。大二那年，他被王静导演选中，演了电影《万箭穿心》里那个自私懦弱的儿子小宝。这个角色看得观众牙痒痒，想冲进屏幕里抽他2巴掌。但也是这个角色，让他第一次触摸到了表演的灵魂。他后来感慨说，跟严炳彦老师对戏，才真正知道啥叫演员。可初出茅庐，经验不足，一场雨中哭戏 NG 了20多次，急得现场工作人员都忍不住阴阳怪气。北电就叫出这种废物，这话搁谁听了不扎心啊？电影后来拿了不少奖，口碑爆棚，他这个主演的儿子却连走红毯的资格都没有。那之后的整整5年，他几乎处于查无此人的状态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就是没戏拍，一直在等。最穷的时候，他连房租都交不起，成了全班最后一个离开宿舍的人。为了争取网剧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里那个糙汉谢逊，他愣是光着膀子去工地搬砖、踢足球，把自己晒得黝黑黝黑的。这股子为了角色豁出去的劲儿，跟当年减肥一样，都是刻在骨子里的轴。机会吗？就像挤牙膏的一点点挤出来。2016年《法医秦明》里那个有点逗比、有点痞气的刑警林涛，让他开始有了点姓名。2017年《河神》里的小河神郭德友，直接让他封神。为了演好这个水性极佳又带着点玩世不恭的角色，他不仅考了潜水证，每天泡在水里10几个小时，背完午夜4纸的台词，还要琢磨《加勒比海盗》里杰克船长的疯癫劲儿。观众这才惊呼：我去，这小子不仅能演硬汉，还能疯得这么带感。真正让他火遍大江南北，成为现象级国民男友的，还的是2019年那个夏天，一部《亲爱的，热爱的》。他演的那个电竞大神韩商言，一件黑风衣，眼神里带着点高冷和霸道，简直就是少女心收割基本尊。剧一播，他的微博粉丝像坐了火箭，从300多万直接冲到2000多万，热搜榜几乎被他承包了，连他穿的袜子都被扒出同款。这阵仗，你说吓不吓人？可偏偏这位现男友在流量顶峰的时候，却做了个让人有点看不懂的决定。爆红之后，各种综艺邀约像雪片一样飞来，换了别人，估计早就忙着跑通告，赚快钱了。但他呢，像人间蒸发了似的，一头扎进了健身房，或者抱着本日语书啃。用他前经纪人杨天真的话说，他那会儿随便接个商务都能赚得盆满钵满，但他偏偏选择了沉淀自己。面对媒体采访，他也直言不讳，流量这东西来得快去得也快，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。这话听着挺官方，但结合他那几年神隐的状态，又觉得他好像是真这么想的。对比一下那些抓住流量红利猛变现，结果却在作品上翻车的明星，李现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选择，是不是更像是一种长期主义的投资？娱乐圈有个玄学流传，说谁跟李现组 CP， 谁就能爆。这话说的有点戏谑，但你看事实摆在这儿，亲爱的、热爱的杨紫去有风的地方的刘亦菲，哪个不是自带光环？但跟他合作后，好像都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，让剧集热度加倍。跟杨紫二搭国色芳华，光是片场花絮就甜得齁死人。他拿着牡丹花逗他，他反手就把花瓣塞他领口。导演在一旁看的估计都想扔剧本了，你俩能不能收敛点？在去有风的地方里，他演的大理村草榭之遥，跟神仙姐姐刘亦菲站一块儿，那画面简直是洗眼睛啊！拍吃君子中毒那场戏，
他故意做鬼脸逗刘亦菲，把神仙姐姐都逗得 NG 了10几条。这种能让对手演员放松、进入状态的能力，其实也是一种本事。最近这部引发热议的《春色季情人》，更是让他展现了另一面。他演一个遗体整容师，跟周雨彤演生死恋。有一场戏，他要给逝者化妆，手抖了3次才把笔拿稳，拍完直接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哭到缺氧。你想啊，那得多大的共情力，才能把角色的悲伤和沉重演到自己身体里，哭到缺氧。导演都说，他给逝者盖白布的那个动作，比演任何爱情戏都更让人动容。这才是真正的巨抛脸啊，演啥像啥，甚至能把角色的情绪内化到极致。但就是这样一个在业务上死磕的人，生活里却有点轴的可爱。34岁了，几乎零绯闻，被八卦记者戏称为娱乐圈最后一个处男。这在莺莺燕燕的娱乐圈，简直是稀有物种啊！唯一能被扒出来的铁证，还是他的高中初恋。据说，当年因为买不起女友想要的 LV 包包而分手，他竟然咬牙买下同款包，5年后又亲手烧成了灰烬。这操作听着都有点魔幻现实主义。你说他傻不傻？谁知道呢？但这股子轴劲儿，这种跟过去较劲的执拗，是不是也挺让人佩服的？就像要把那段买不起的遗憾彻底烧干净，不留一丝痕迹。在现在这个什么都讲究速成的时代，这种轴和笨拙反倒成了一种稀缺的品质。从万箭穿心里那个让人恨得牙痒痒的小宝，到如今人生若如初见里那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革命青年良乡，李现用了15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荆州小胖到巨抛脸实力派演员的蜕变。当内娱的明星们热衷于买热搜、炒作话题的时候，他却默默地给每一个合作过的群演送上自己准备的杀青礼物。当资本追逐短期效益，恨不得1年拍10部戏的时候，他宁愿花3年时间去打磨一部自己真正喜欢的剧本。在人生若如初见的发布会上，主持人问他，这部剧压了5年才播出，你后悔拍吗？他指着大屏幕上那个策马奔腾的良乡，眼神里充满了坚定。你看，好的角色永远不怕晚。这话说的真让人心服口服。在这个流量稍纵即逝的时代，有人选择拼命抓住眼前的红利，有人却选择蹲下来，扎下根，慢慢生长。李现显然是后者。他就像一锅老火靓汤，用时间去熬，用精力去炖，把人生的百般滋味都融进去，最后熬出来的是醇厚的、有回甘的味道。流量这东西，就像夏天的冰淇淋，化得飞快，但演技和作品却是能留在观众心里的。所以啊，别看他平时好像有点神隐，一出作品就能炸上热搜，这哪是偶然？这分明是厚积薄发，是时间熬出来的厚劲儿。你说他这股子轴劲儿，这15年的沉淀，是不是才真正可怕的地方？他在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，踏实做人，认真演戏才是王道。屏幕前的你，觉得李现的后劲儿在哪呢？是他的演技，是他的清醒，还是那股子不跟潮流走的轴劲儿？来评论区聊聊，咱们一起看看这个男人到底还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惊喜。